古韵幽香，书卷罕方。朝堂权谋争斗，江湖快意恩仇，三生三世爱恨，浮生不了情缘。欢迎收看2021年12部超期待古装剧下集。第7部梦醒长安。梦醒长安根据飞花的小说《剑气行》改编，程毅饰演李岩，张雨绮饰演程若愚，宣禄饰演仇嫣之，何晟铭饰演仇世良，韩栋饰演光王，韩承宇、白术加盟，刘国南导演。复仇姊妹花，执剑入室，少年天子志，谋局必赢。梦醒长安讲述了唐朝末年宦官专权，皇权旁落，文宗皇帝为重振大唐繁荣，和宰相王雅等忠臣策划了甘露计划，准备诛杀权倾朝野的大宦官仇世良。不料计划失败，参与计划的大臣皆满门覆灭，只有宰相王牙的2个孙女得以幸存。妹妹入紫衣局，改名程若愚，而已继世的姐姐为复仇隐姓埋名，成为仇世良的义女仇嫣之。多年后，文宗帝抑郁而终，新帝李炎登基，成为傀儡皇帝。李炎心思缜密，韬光养晦，启用紫衣局和仇世良斗智斗勇。程若愚和仇嫣之不识彼此身份，成为对立方。在这场朝堂的明争暗斗中，仇嫣之得知程若愚真实身份后，选择牺牲自己，保全妹妹。最后，程若愚帮助李炎铲除奸佞仇世良势力，恢复了朝堂清明。第8部风起洛阳。风起洛阳根据马伯庸的小说《洛阳》改编，黄轩饰演高秉烛，宋茜饰演武思月，王一博饰演百里弘毅，长安12时辰导演曹盾执导。洛阳古都13朝，牡丹花重紫薇宫，玄门风动神都城。风起洛阳讲述了武则天时期看似繁盛的洛阳城，实则风波暗涌，疑案丛生。这一切发生的背后，藏着一个意欲推翻武则天的重大阴谋。混迹于洛阳底层，武艺超群，颇有市井智慧的不良副帅高秉烛，阴差阳错卷入了上京告密者被劫杀一案，被同僚陷害，成为嫌疑人。在想方设法自证清白之时，与为查清父亲被毒杀真相的尚书之子百里弘毅相遇，2人决定合作展开调查。世家出身的那位武思月为履行职责而接近高秉烛，想要寻取与告密者一案有关的告密信。完全不同阶层的2个人互相看不顺眼，却不得不捆绑在一起，成了一对欢喜冤家。随着3人对案件真相寻找的不断深入，进而发现了一个足以毁灭神都洛阳、血染洛水的惊天阴谋。第9部庆余年第2季。庆余年第2季2020年10月正式启动，根据猫腻的同名小说改编，张若昀、陈道明、吴刚、田雨、宋轶、郭麒麟等原班人马打造，王倦编剧，孙浩导演。在第1季中与小辈们斗智斗勇，一路开挂的范闲，在第2季中将直接与江湖大佬 PK， 难度直线上升。庆余年第1季大结局，范闲被严冰云刺杀，其实是范闲和严冰云2人预先计划好的情节，目的就是蒙蔽2皇子手下谢必安等人，用假死为脱身创造可能。因为关键时刻刺杀范闲有功，严冰云得2皇子赏识，成功拜入其门下，继而收集了大量2皇子勾结百官、陷害忠良、刺杀太子的证据。经过一段时间休养，死而复生的范闲重现京都，并入主监察院，
开动监察院这部超级机器，广泛搜罗查证二皇子谋逆野心，并结合严冰云所掌握证据，二皇子最终被庆帝废除皇子身份，贬为庶民，赶出京都，永世不得回京。在第一季中，有充值外挂娘亲大人庇佑，有两世人生经历，有诗仙加持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小范大人爽字当头，喜感十足。在第二季中，画风会怎样呢？一起期待吧。第10部锦心似玉。锦心似玉根据芝芝的古风言情小说《庶女攻略》改编，钟汉良饰演徐令仪，谭松韵饰演罗11娘，何鸿燊、唐小天颖儿加盟，延禧攻略导演温德光执导，锦缎珠翠，侯府深宅，庶女攻略。锦心似玉讲述了明朝时期余杭氏族大家罗府逐渐衰落，希望通过联姻挽救家族危机。罗家庶出11娘，靠聪明才智一步步走到人前，被家族选中，嫁给永平侯府大将军徐令仪为继妻。初到侯府，11娘谨小慎微，面对冷淡疏离、不信任的丈夫徐令仪，侯府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家族压力举步维艰。在家宅深谈中，11娘凭借学识智慧和纯真善良，逐渐赢得了侯府上下的信任，还屡屡帮助丈夫徐令仪出谋划策，化解危机，挽救被各方朝堂势力打压的永平侯府。和徐令仪也从开始的貌合神离到心心相印，并肩携手。在外族入侵家国危难之际，夫妻联手救民于水火，彼此的感情也在逆境中锤炼，许下生死相依的美好誓言。第11部长歌行。长歌行根据夏达的同名漫画改编，迪丽热巴饰演李长歌，吴磊饰演阿史那隼，赵露思饰演李月嫣，刘宇宁饰演浩都，方逸伦、刘海宽加盟，香港导演朱瑞斌执导。热血公主、塞外勇士，横剑在手，策马长歌。长歌行讲述了唐朝玄武门之变，太子李建成被杀，其女永宁公主李长歌侥幸逃出皇宫，女扮男装赴幽州求援。途中偶遇化名秦准的草原部落将领阿史那隼，两人不打不相识，渐生英雄相惜之感。长歌在幽州身份败露，遂前往朔州避祸，藏于朔州太守公孙恒身侧，并助其抗击突厥侵犯，而对方将领正是旧相识秦准。长歌力抗秦准，然而朔州孤城难支，终究陷落。长歌为保百姓，甘愿沦为战俘。在突厥，长歌成了阿史那隼的军师，他建议开辟商道，成立沿丝绸之路行走的商队，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。在辗转流亡、亲历乱世中，长歌逐渐领会到仁者无敌的道理，最终放下为父报仇的私怨，与阿史那隼联手，守护大唐与草原和平。第12部大唐明月。大唐明月根据蓝云舒的同名穿越历史小说改编，许魏洲饰演裴行俭，古力娜扎饰演库迪琉璃，赵顺然饰演高宗李治，诗诗饰演武媚娘，陈情令导演陈嘉林执导。小说是女主库迪琉璃从现代穿越到古代，用现代人视角看历史，展现盛唐山河画卷，风土人情。大唐明月以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唐高宗到武则天登基时期为背景，以史称儒将之雄的大唐名将裴行俭及夫人库迪氏为人物线索，讲述了唐高宗年间极具制衣天赋、
聪颖坚毅的狐女库迪琉璃命运多舛。恰在此时遇到了少年登科、能力不凡却怀才不遇的裴行俭，并互许终身。后来裴行俭被唐高宗贬谪西域，镇守边关。在西域，裴行俭夫妻协力收复民心，调节各族纷争，发展商贸经济，威震西域。多年后，裴行俭被唐高宗召回长安，卷入了从朝堂到后宫，从唐高宗到武则天的宫闱争斗中。在西域征战沙场所向无敌的裴行俭，在翻云覆雨的大唐官场却处处悬崖。最后，裴行俭和琉璃决定远离朝堂是非，去西域享受塞外宁静生活。抿一杯浮生茶，淡忘前尘三生三世，谱一曲相思调，与君执手望天涯。2021年12部好看古装剧，你可期待？浮云剧说，跟踪热剧动态，解读好剧亮点，欢迎您评论留言，感谢您订阅点赞。